2019年12月，我第二次来到老挝。第一次是在1月，我随着灾难回应组织 Crest Malaysia 来这里执行水灾援助的任务。当时我深深地被这个国家吸引，所以在计划年底跨年摩旅的时候呢，特别在众多的地方选择了老挝。我和同伴将会用17天来深入发掘这片土地。老挝境内被大片山地覆盖，基础建设缺乏，导致交通网络不发达。除了贯穿南北和东西的主要大道，很多乡区的道路都还未建设，也缺乏铁路交通、机场等等。当地人出门除了自驾，多数呢都是搭公共巴士和载人货车，所以用摩托车来探索老挝，绝对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摩旅老挝3部曲第1集带大家看看南部可以怎么骑。这一天，我们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到泰国转机，下午到达老挝南部 Paksi 国际机场。酒店派司机来接我们，沿路也买了当地的电讯卡。我们的住宿在市区，卸下了行李之后呢，步行到网上找到的几家机车出租店去询问，以便解决接下来几天租车的事情。晚餐吃了来到老挝一定要吃的陶瓷火锅，配上老挝啤酒，绝对是迎接旅程美好的方式。晚餐之后散步到附近的旅行社，预定了明天往Sipandon的行程。一早，我们到旅行社集合，前往Sipandon 4000岛。这是一个1天来回的行程，特别选择这一趟呢，因为想要看一项甚少人知道的世界之最。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 Kon Paping 瀑布，这是湄公河的 Kon 和 Paping 2个瀑布联合形成的巨大瀑布群。它们不是很高，加起来却有35376英尺的宽，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。接着，我们前往 Sipandon， 在码头 Nakasang Ferryboat Station 搭船到 Don Kon 岛上，租了一辆机车，再去寻找岛上有名的 Lipi 瀑布。老挝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内陆国家，被泰国、越南、柬埔寨、中国和缅甸包围，没有海洋资源，境内最大的河流自北而南的湄公河成为了它重要的水源。而老挝南端的4000岛不是我们普遍认为在海上的岛屿，而是在湄公河内形成的一组列岛。主要的3座岛 Don Kon、Don Dat 和 Don Kon 上都有提供旅客住宿。岛上有一些河滩，又细柔软的沙就像沙滩一样，人们会在这里玩水、日光浴，还能安排出河看伊拉瓦蒂淡水海豚。4000岛相较老挝其他的旅游景点来得冷门，如果喜欢对河阅读、躺在吊床上放空赏夕阳的人来说，这里绝对是一个清静悠闲的地方。回到 Paksi 市区已经是晚上了，我们用老挝必吃的火锅烧烤晚餐结束这有趣的一天。一大早，我们到机车出租行去领车。接下来几天是老挝之行的其中一个重点行程，我们将用2轮探索布拉万高原环线。
布拉万 Plateau 以它众多的瀑布而盛名，能进入的瀑布就超过20个，而且各有特色。这个环线可以选择绕小圈2天完成，或者像我们一样走大环线，大概320公里，用3到4天完成。距离市区大概40公里，我们就来到了第一站 Tat Phin 瀑布。这里正好在举行着越野赛跑，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选手参与，非常的热闹。在这里呢，我尝试了人生第一次的高空飞索。这个空中飞索是全老挝最高的设置，300米，全程共分为4段，能从高空俯瞰脚下的双子瀑布。But don't put your hand on the cable. Okay, shout. Say something. Let's go. Go! Okay. You okay? Coming Okay. full high speed. Like aeroplane with no brakes. 塔昌皮瀑布是我最喜欢的，瀑布下的水池平静，下水游泳呢非常的适合。听说还能践行到瀑布飞跃而下的水帘后面探险哦。塔院瀑布相当的有名，很多的旅社呢会带1日游的游客来这里。它除了是双子瀑布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瀑布脚下还有漂亮的彩虹哟。帕索昂瀑布的地质结构相当的奇特，它们是直立长方形的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了今天第7个瀑布塔洛，这是我们今晚会留宿的地方。早上，我们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看着大象在河中洗澡。
来到塔费瀑布刚好是中午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对着瀑布吃午餐。接下来我们要骑到塔伊舒瓦瀑布去。这个偏僻的瀑布在网上的资料有限 ，Google Map 上找不到，应该是因为通往那里的道路刚开通，所以导航还没更新。我们靠着路牌和向当地人问路，才成功地找到了这个路口，而且已经是黄昏。要来最靠近的这个瀑布唯一的住宿呢，必须要骑一段蛮长的黄泥路，一路沙尘滚滚，上坡下丘，所以必须要在天黑之前赶到目的地。这里除了最高的塔伊舒瓦瀑布，附近还有6个瀑布。我们尝试践行去塔伊舒瓦，遗憾的是，通往那里的步道梯子呢，年久失修而损坏，完全无法往下爬，只好放弃去寻找其他的瀑布。其中一个瀑布的脚下也是有着漂亮的彩虹。中午，我们离开了这里，往帕克塞市区方向骑去。中途经过了帕克松高原，这里有许多种植咖啡豆的农地。我们停下休息，吃午餐。回到市区，我们圆满完成了 Bulawan Plateau 环线3天2夜的骑行。今晚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要参加。今天是圣诞夜，去年的圣诞夜，我们摩旅到太北派的山上教堂和少数民族一起迎接圣诞。今年我们也在帕克塞的教堂参加了圣诞夜弥撒，和当地的天主教徒们一起欢庆这神圣的节日。虽然听不懂弥撒的内容，但是心中那份知足和喜乐，不管到哪里都一样觉得平安感恩。下一集会带着大家去老挝的 Takek 摩旅，锁定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下一期告诉你老挝中部怎么骑。